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很多人今天怀念胡锦涛，怀念的理由很简单，和后来的强硬、折腾、失控比起来，胡锦涛那10年显得安静，甚至显得克制。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一个人看起来不折腾，不等于他真的温和；一个时代表面上风平浪静，也不等于他真的留下了好东西。胡锦涛最值得回头看的，不是他有没有个人魅力，也不是他是不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人，而是他为什么能上去，又为什么会被很多人误判成相对开明。我的判断很直接，胡锦涛不是一个典型的改革者，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派，他更像是中共体制里那种非常典型的人物，谨慎、服从、低姿态，善于在关键时刻站队，也善于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把该做的硬事做到底。这种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他每天都在高声喊口号，恰恰相反，是他看起来不吵不闹，可一旦站到权力中心附近，他会把那套冷冰冰的体制逻辑执行得非常彻底。胡锦涛真正的履历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不是那种一路靠公开理念和社会支持往上走的人，他的上升靠的是体制内部的识别、提携和适用，而提携他的人也几乎都不是开明派。先看他的早期经历，胡锦涛从清华出来后，很早就进入体制内，做过政治辅导员。那是一个特别看重政治可靠性的年代，不是看你会不会创新，而是看你能不能在组织里站稳。后来他的命运转折和宋平关系很大。宋平这个人在党内本来就是典型的老派左翼人物，非常重视组织控制，对政治秩序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欲。胡锦涛能被看中，恰恰说明他身上最打动老一代权力人物的不是锋芒，而是稳。问题是，这种稳很多时候并不是现代政治里说的那种稳健，而是别出事，别越线，别乱说，别乱想。一个人如果从一开始就靠这种逻辑进入权力通道，你就不能指望他后来会突然变成真正的改革者。胡锦涛在贵州的那段经历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去了贫困地区，看上去像是被放到基层历练，其实更像是被放进一个政治试验场。在那种地方，他没有留下什么真正令人记得住的开放政绩，反而更多体现的是体制干部那种熟练的执行力。很多人只记得后来被包装出来的稳，但真正的稳往往意味着对权力结构的高度服从，意味着不碰根本问题，也意味着只要上面的逻辑不变，下面的人就继续被当成可以管理、可以调配、可以压住的对象。如果说贵州还只是地方治理层面的保守，那西藏就是胡锦涛政治性格真正暴露出来的地方。这也是今天讨论胡锦涛绕不开的一段历史。1988年底到1989年初，西藏局势持续紧张，拉萨街头的抗议、冲突、对峙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背后有长期积累的民族、宗教、历史和治理矛盾。但对中共来说，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怎么修复关系，而是怎么重新把秩序压回去。当时的胡锦涛正是在这个节点被推到前台，有人把他叫做拉萨之虎，意思就是他在西藏这件事上展现出的是一种强硬、冷静、敢下重手的政治面孔。我认为这个外号并不夸张，因为胡锦涛在西藏的关键任务不是协调，不是对话，更不是理解当地社会，而是尽快把局面稳住。至于怎么稳，答案其实非常清楚，先制造威慑，再完成清场，最后向最高层交一份合格的政治答卷。这套逻辑在专制体系里并不陌生。你做得越狠，越能证明自己可靠；你越不犹豫，越容易被看成能干；你越懂得把现场压住，就越可能得到上面的注意。胡锦涛在拉萨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张政治投名状。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几乎决定了后来很多人对他的判断方式。在外界眼里，他是那个脸色平静、讲话温和、动作谨慎的人；在体制内部眼里，他是那个关键时刻敢扛事儿、敢下令、敢把秩序恢复回来的干部。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一个专制体制里最会向上爬的人，往往就是这种人。外表上没有侵略性，
实际上该做的硬事一件都不会少。也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后来被很多人误读成温和派。但如果把视线放长一点，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那种会为开放制度争取边界的人，他更像是一个把既有秩序执行到底的人。到了他主政的10年，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不少人把那10年叫成黄金10年，理由通常是经济增长继续了，日子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剧烈失控，所以就觉得那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可问题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证明政治是健康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只是建立在全球化、顺风车、出口扩张、制度红利和长期压制之上，那它表面的安稳本来就带着很强的脆弱性。澳洲这边也能看得很清楚，一个社会如果只追求别出事，只追求表面稳定，最后往往会把真正的矛盾往后拖，拖到最后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更大。胡锦涛时代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他不是没有机会，恰恰相反，他有过最适合做温和改革的窗口，可他没有把这个窗口变成政治转型的起点，而是把它变成了保守统治的缓冲期。这就叫平庸之恶，不是那种天天喊打喊杀的极端恶，而是一种更不容易被及时识别的恶。它不一定每天都出血，但它会让制度继续僵化，让问题继续积累，让社会习惯于不碰原则，只在边角上做修修补补。这种人最常见的语言就是不折腾，听上去很漂亮，但你得问一句，不折腾的代价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让体制舒服，为了让权力少受挑战，为了让矛盾继续被压下去，那这种不折腾其实不是治理，而是拖延。胡锦涛时期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其实就是他对意义、对政治空间、对改革想象的态度。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更早一些时候，中国内部虽然压制异议，但一些声音还会有相对有限的发言空间。到了胡锦涛时期，当政治改革、宪政、权力、开放这些词开始更明确地碰到体制底线时，系统的反应明显更硬，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收。这恰恰说明胡锦涛并不是一个愿意把门开一条缝的人，他最多是一个不爱在门口大声嚷嚷的人。真正的门他照样会关，而且他关门的方式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公开宣布要全面倒退的人，他更像是先把空气慢慢抽掉，再把房间里的温度一点点降下来。你站在门外只觉得好像没什么动静，可真正待在屋里的人会越来越闷，越来越难受。这就是胡锦涛这类人物的厉害之处，他们不会把道举得很高，但他们会把制度里的缝隙一条条补死。他们不会用最响亮的语言去号召极端，但他们会用最平静的口吻去完成最保守、最僵硬的安排。2004年那种学习古巴、学习朝鲜的说法，之所以值得反复提，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很准确地暴露了这类人的底层世界观。在他们看来，政治不是让人更多表达，而是让人更少发声。秩序不是靠制度竞争形成，而是靠更强的控制维持。所谓正确，不是看社会能不能自己纠错，而是看上面能不能一直压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胡锦涛主政时，很多人表面上感觉不到巨大的震荡，却也很难感受到真正的进步。因为一个政治系统如果只追求不出声，那它迟早会失去修正能力。它表面上像一潭静水，实际上底下全是淤泥。到这个程度，你再回头看黄金10年这个说法，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有迷惑性。所谓黄金，很多时候只是经济层面的短期顺风，外贸在跑，全球化在跑，海外资本在进，城市化在推，土地财政在撑，所有人都觉得钱还在涨，日子还过得去，于是很多人就把这种增长顺手归功给政治上的稳。可事实上，那一轮增长更像是站在前人铺好的轨道上继续滑行。真正让轨道变得更宽、更安全、更能承受未来压力的事情，胡锦涛并没有做。澳洲这边其实也能理解这种错觉。一个国家如果资源还在，出口还在，外部环境还不错，领导人很容易被误认为有水平，
因为很多问题没有在他任内集中爆发，于是大家就会忘掉那些没有爆发的东西，只是被延后了，而延后并不是解决。胡锦涛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他对体制内安全感的依赖远远大于对公共空间的想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从不真正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比一个封闭的社会更稳定。他更相信的是层层过滤，更相信的是上压下，更相信的是把风险提前消音。这种思维在短期里确实好用，因为它可以减少公开冲突，可以减少表面上的失控，也可以让中央看起来继续掌握全局。但长期看，这种思维会带来一个很坏的后果，那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学会表演，学会报喜不报忧，学会只在安全范围内说话，学会把真实问题藏起来。一旦一个系统里的真实信息开始上不来，上层看到的就只会是修饰过的版本，而修饰过的版本最后会把最高层也一起骗进去。所以胡锦涛时代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坏事，而是他把整个系统训练成了一种看起来很稳，实际上很虚的状态。这种虚在和平时期看不出来，但一旦遇到更强硬、更激进、更不守规矩的接班人，他就会像纸糊的一样马上破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会把胡锦涛和习近平放在一起比较，不是因为他们一样强，而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种体制逻辑下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负责压平，后者负责撕裂。前者看起来温和，后者看起来凶狠，可两个人都没有真正把制度往开放方向推，一个把问题压住，一个把问题炸开，本质上都没有解决问题。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对比，还是不够，因为胡锦涛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像习近平那样带来强烈冲击，而在于他让很多原本应该被逼出来的问题继续沉在下面。一个制度最怕的从来不是问题立刻爆，最怕的是问题一直不爆，一直在体内发酵，最后变成一整套社会习惯。到了胡锦涛时期，很多人已经学会了一个逻辑，只要不出大事，那就是好时代。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朴素，但它会带来一个非常糟糕的后果，因为当社会只看有没有出大事，就不会认真看有没有在悄悄变坏。只要没有街头大乱，没有公开冲突，没有马上见血，人们就会以为还算正常。可真正的政治损耗往往不是在大场面里完成的，它是在日常的每一个小决定里完成的。比如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比如什么可以讨论，什么要避开，比如谁说话算数，谁只能闭嘴，比如地方上出了问题，是让他公开被纠正，还是先压下去再说。这些看似细小的选择，最后拼成的就是一个国家真实的方向。胡锦涛时代最典型的就是这种往下压的治理习惯。他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凭空发明的，而是整个体制一层层推出来的。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没有去扭转它，反而把它固定下来了。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在把问题变小，而是在让系统更习惯于回避问题。而一个越来越习惯回避问题的系统，最终一定会失去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胡锦涛不是没做事，而是做了太多让系统继续麻木的事。这种麻木在外表上看着像成熟，像稳健，像老练，可一旦你把时间拉长，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明显的僵化。人一旦习惯了僵化，就不愿意承认僵化，因为承认了，就意味着以前那套判断要重来。而对很多体制内的人来说，重来是最难接受的，所以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维持表面秩序，那就说明路线没错。可历史不是这么算账的，历史会问，你有没有把最关键的窗口期浪费掉？历史会问，你有没有在最应该改的时候没有改？历史还会问，你是不是把一个本来还能修的系统，养成了一个只能靠更大力度维持的系统？胡锦涛基本就是后者。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他和后来的习近平放在一起看，并不是为了简单的说谁更坏，而是为了说明这两个人在同一条权力链条上分别承担了不同阶段的任务。胡锦涛负责让系统继续运行，哪怕这个运行
越来越虚。习近平负责把那个虚壳猛地撕开，让所有人都看见里面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前者让人误以为还能稳，后者让人突然发现根本不稳。但如果没有前者长期的麻木化，后者的强烈反扑也不会来得这么顺。所以今天很多人怀念胡锦涛，其实怀念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个相对还没有全面失控的阶段，是那个大家还可以相信只要别乱动就还能过的阶段。可这恰恰是最大的幻觉，因为一个真正有修复能力的社会，不是靠把问题藏起来维持安静，而是靠不断暴露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来维持秩序。澳洲这边的公共治理，至少在理念上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坏消息要尽早上报，问题要尽量公开处理，制度要允许纠错。它当然不完美，也会有很多现实毛病，但它至少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压住不等于解决。这一点放到中国政治里，尤其放到胡锦涛时代，反差就更明显。他不是那种会把局面主动带向崩坏的人，可他也不是一个愿意把系统拉向修复的人，他更像一个维持旧机器继续转的人，而旧机器继续转，在短期里看着没事儿，长期里往往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它会让后来的人误以为只要手上再加一点劲就能继续运转，结果就是越加劲越紧，越紧越出问题，最后只能靠更粗暴的方式来维持。这就是胡锦涛留下的深层后果，不是某一个具体动作，而是一整套不要太出头，不要太改革，不要太冒险的政治气候。这种气候很适合平庸者，也很适合保守者，但它不适合一个真正需要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以我说它是平庸之恶，是因为它最有杀伤力的地方不是狠，而是平，平到让人忘了危险，平到让人觉得麻烦都被处理了，平到让后来更大的坏可以顺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所以在我看来，胡锦涛最准确的标签不是开明，也不是温和，而是那种让系统继续苟延残喘的稳定器。稳定器听起来像好词，可如果这个稳定器维护的是一套越来越僵、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许纠错的机器，那他就不是功臣，而是延迟灾难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20大上被公开请出会场时，很多人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一方面，大家会觉得那一幕很难看，一个前最高领导人在全世界面前被当场带走，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极端化的标志。但另一方面，这又像是一种回声，因为那种政治本来就是在胡锦涛那一代被不断加固的。今天别人怎么羞辱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套体系如何对待自己的前任，如何对待任何一个失去中心位置的人。也就是说，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制造这种体系的人之一。这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你以为自己只是维持了秩序，结果秩序最后也会吞掉你。胡锦涛留给后人的正是这种教训。一个不愿真正改革的人，也许不会在当下显得特别可恶，可他会让未来更难，而未来一旦更难，后面接手的人往往就会用更粗暴的办法去处理前面积压的问题。所以如果要给胡锦涛一个最简洁的判断，我会说，他不是那个把中国推向深渊的人，但他是那个把通向深渊的路铺平的人之一。他让很多人误以为没有大风大浪就是好政治，可真正好的政治不是把水面压平，而是让船有能力穿浪。所以后人回头看那10年，会有一种错觉，觉得那是一段没有大事的时期。但在专制体制里，很多大事不是因为没发生，而是因为被延后了。有些问题不是消失了，只是被包装成了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习近平上台时会那么顺手的把整个方向扭回去。如果前面10年没有留下足够的政治制衡，如果社会没有积累起真正的制度力量，那么后来的倒车就会显得异常顺滑。胡锦涛的责任就在这里，他没有把相对宽松的经济窗口转化成制度改良的窗口，他没有把国家带向更可持续的现代治理，反而让经济上继续跑，政治上继续动，成为一种默认状态。于是最糟糕的结果就出现了，经济看上去还行，政治却越来越僵。
社会以为一切平稳，实际上裂缝越积越深。等到后面真正失控的人上来，大家才突然发现，原来前面那些稳定只是把雷埋得更深而已。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太赞成把胡锦涛简单美化成开明温和的原因。一个人真正该被评价的，不是他说话听起来有多软，而是他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到底把国家往哪儿推。胡锦涛不是那种会亲手制造极端风暴的人，但他也不是会阻止风暴的人。他更像是一个把风暴前的门窗重新关紧的人，然后把屋子留给后来更激烈的火。所以今天再看他，我觉得最准确的词不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平庸。这种平庸不是无害的，它恰恰是很多政治灾难的温床。它让人误以为稳定就是进步，误以为不折腾就是负责，误以为只要没翻车就算合格。可历史从来不会只看你有没有翻车，历史会看你有没有把车子开向悬崖边，然后还安慰所有人说别急，先稳住。胡锦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最坏的那个，但他很可能是那个最容易被误判，也最容易让后果长期发酵的人。如果说习近平把很多问题直接砸开了，那胡锦涛做的就是把问题盖住，再把盖子压得更紧。而盖子压得越紧，后面的爆炸往往就越响。放到今天看，这不只是中国内部的故事，它也提醒我们，一个制度如果长期只奖励服从，只奖励稳定，只奖励别出事，那最后培养出来的多半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人，而是能把问题拖得更久的人。这种人放在和平环境里，看起来总是比激烈分子顺眼，可一旦时间拉长，他们留下的遗产往往比激烈分子更难清理。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